群星崩裂，王座更迭，霸业宿命进行交织，新旧时代在此分隔。最强生物又如何？顶级战力又如何？去超越，去战斗。大家好，我是作业本。海贼王1000年3日企划九龙八卦已经更新，一起来见证路飞决战凯多。灯火舞动，觥筹交错，此时的花之都一片祥和，尽情灿烂。人们抛下压抑一整年的沉重，肆意宣泄对未来虚无缥缈的憧憬。至少在今晚，大人们可以开怀畅饮，小孩子可以随意玩闹。明天的痛苦就留给明天吧。喂，大蛇，你还打算让这个国家活下去吗？旁边的人连忙劝阻。这种话万一被将军的耳目听到就麻烦了。热闹一整晚的火祭庆典已经到达了尾声，孩子们用稚嫩的笔画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愿望，祈求祖先们的保佑。愿望真的能实现吗？一定可以的。就在那鬼岛之巅，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终极死斗正在上演。凯多突然停下攻势，拿出酒桶一饮而尽。为什么你在喝酒啊？当然是因为我正玩得开心。你也想来点吗？今天花之都正在举办火焰祭，鬼岛上也在举办大宴会。虽然已经被你们这群小鬼搅得一团糟了。凯多话语突然模糊，笑声与哭声扭曲在一起。抬头一看，竟然已经喝醉。路飞脱下披风，开始冲刺。是凯多放松警惕了吗？要是你输了，可别用喝醉了这种话当借口。凯多大笑起来，差点瘫倒，勉强用铁棒撑住身体。愚蠢的小鬼，喝醉了不会让我变弱的。我现在认可你的实力了，能让我使出全力认真1对1战斗的家伙，到底多久没有遇见过了？凯多醉意阑珊，完全不管路飞的3档巨人铁拳已经轰至面前。刹那间，凯多突然向后倾倒，一招九龙八卦，以极快速度腾转身形，将路飞的攻势全部闪避。迷醉的酒水将魔龙战役吹至癫狂境界，最强生物将100倍、1000倍的疯狂凤凰对手。凯多再次化身人兽形态，双臂筋肉暴涨，迸发无穷怪力。八斋戒抡起滔天雷霆，将半空中的猎物彻底锁死。路飞已避无可避，只听见凯多得意的一声狂笑，鬼岛上空炸裂出惊天轰鸣，奔雷闪电形如灾厄，连同那黑铁沙棒魔龙怪力化作绝强杀意，力劈天地。这一季轮雷上户引奈落，霸王狂雷势不可挡。凯多的疯狂攻势震动整座鬼岛，屋顶碎裂无数巨石，宅邸已经是岌岌可危。路飞抱着额头哀嚎，旁边的凯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变成了醉醺醺的巨龙，真开心啊！可是城堡跟岛屿已经是半毁状态，真没用啊！可恶，我连一座城堡都保护不了。路飞捂着脑袋，艰难地从地上爬起。刚刚那一击威力惊人，但对手看起来更加愁苦。现在凯多进入了3星醉汉模式，看着眼前的废墟，想起今晚的失态，伤心欲绝。也只能重建了吧？可是重建的话，要花5年才能建好啊！路飞一跃而起，自责不该放松，再次冲向凯多。九龙八卦看似漏洞百出，实则杀机涌动。明明我已经尽力了啊，但好像为时已晚了。刹那间，魔龙一声咆哮，卷动漫天央云。凯多的身体如巨蟒盘旋，升腾起一道无可逾越的烈风盾墙，无数狂莲奔涌而出，横扫四海八荒。这一季龙卷坏风，如同死亡灾厄，斩切生灵万物。路飞被巨大斩击逼退，勉强扛住冲击，身后3臂已被削成2半。巨龙凯多变回人兽形态，突然嚎啕大哭起来，进入了哭泣醉汉模式。离我远点，谁都不许来管我，臭小鬼！凯多风血沸腾，满腔悲愤化作怪力，再次挥舞黑铁沙棒，准备好好教训一下眼前的小鬼。像你这样顽固的家伙，该吃一记这个雷！路飞屏气凝神，严阵以待，准备正面迎战这曾经无法抵御的杀招。电光火石间，魔龙身躯迅猛跃出，如熔岩爆裂，携煌煌威压轰向路飞。当八斋戒触及路飞的一瞬间，那个身影突然飞入空中，左脚伸长积聚起无数潜能，右脚轻踩阻挡下绝强攻势，一闪一跃将凯多必杀招式悄然消解。百兽之王痛哭流涕，眼前的小鬼却是嬉皮笑脸，醉鬼一个！刹那间，橡胶回弹全力绽放，凌空飞踢击穿夜幕，如飞火流星瞄准凯多下巴，猛烈还击。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之后，那顶草帽终于越过天堑，向巅峰迈进。是路飞赢了吗？不，就在身体倾倒的瞬间，魔龙尾巴突然将路飞牢牢捆住。凯多嚎啕大哭，迸发惊人怪力，将路飞拉向自己，避无可避，何惧一战？只听见一声巨响，新旧时代剧烈交锋，灌注全部勇气，宣泄满腔悲愤，就用绝对的力量拼个高下。龙鳞铁甲与橡胶头锤隔空对轰，2股霸王色霸气剧烈交织，迸发出惊天狂雷，无限冲击，几乎将整片空间撕裂。但终究还是凯多的霸气更胜一筹。路飞被重重弹开，凯多也稍稍清醒，站在原地喃喃自语：好不容易才喝醉，这不马上就要酒醒了吗？凯多怒火中烧，进入发怒醉汉模式，瞬间从口中喷射出炽热火焰，朝着路飞狂轰而去。路飞再次跳向空中，避开攻击，3档铁拳如漫天急雨，瞄准凯多脑袋，呼之欲出。然而凯多已变换身形，马上挥起铁棒，舞动死亡龙卷，滔天杀意如狂雷奔涌，一声怒吼似央云咆哮，以霸王之姿战任何宵小，怪鸟枪乱打，军徒力龙胜军，无仇战意奔裂群星，怒火雷霆击穿夜幕，
是那百兽之王的一腔风血卷动黑雷铁戟力战天地，还是那林草帽的无限勇气轰出暴风急雨坠降星海？就拼尽最后一丝气力，赌上各自全部决议，一往无前，战至终焉。抛下所有理智，摒弃一切防御，两股绝强无比的攻势就在那鬼岛之巅尽情对轰。路飞扛住铁锤，凯多吃下重拳，两人不分胜负，也半步不退。凯多抓住空隙，抡起八斋戒，万军雷霆奔袭而至。路飞不敢大意，常让霸王色霸气的左手一掌开启无形盾甲，挡下攻势。几乎在同一瞬间，那林草帽跃入天际，倾尽全力的巨人一击贯穿黑夜，直抵魔龙。三男铁人的凌空一击，裹挟无穷斗气，重创凯多前胸。只听见一声巨响，凯多口吐鲜血，但路飞也消耗极大，激战仍在持续。就在新旧时代剧烈交锋之际，决战的冲击也终于震动大海。远在红土大陆之上的圣地玛丽乔亚，代表世界最高权力的五老星，正试图应对即将席卷时代的疯狂。今年的世界会议简直就像是被诅咒了一样。先别管那个了，现在和之国的事态更加紧急。谁能料到这场战争能演变成如此程度？要采取行动的话，就是现在。尼可罗宾应该已经被抓住了。在凯多和比格曼战斗时，不管是谁死在战场上都很正常，那个人就该被抹消。与此同时，和之国近海已集结大批战力，世界政府的舰队正在原地待命。一旦百兽海贼团的势力落败，世界政府就将接管这个国家。瞭望台上突然察觉到一丝异样，好像有一个巨大身影正在接近。那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是个岛吗？这个世界的震动即将超乎想象。不，这不可能。即便对我等而言，那个果实也已经成为传说。在过去的几百年里，它也从来没有觉醒过。那为什么世界政府要特意赋予那恶魔果实另一个名字？不正是为了将那颗果实的名字从历史中抹去吗？就在那和之国近海的层层迷雾之中，一个背负了近千年历史的巨大生物正缓缓显露真正的面目。以上就是《海贼王1030企划》的主要内容啦。下周休刊。本话尾田用大量篇幅描绘了路飞与凯多的决战，可以明显感觉到，相比前几次交手，现在路飞已经能够熟练使用霸王色的力量，单论战斗技巧已经不输凯多。本话的几次交锋已经有来有回，这一切都在铺垫。凯多离最终被击败已经不远了。本话末尾，尾田用短短的几句对话就透露了大量新的情报。五老星关注的事态必定是关系到整个世界。鬼岛上已经觉醒的果实能力并不多，有嫌疑的人就只有罗基德等人，而向主的出现也预示着和诸国篇即将到达最终局面，该解决那座飞在天上的岛屿了。我是朱爱本，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本话出现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